为了自由幻觉，我重玩了一次2077，结论是真的太好玩了。 To Scorpion. 在我重玩过程中，我很幸运地遇上了 2.0 的更新。说真的，我在这一次游玩过程中，体验到了远远比我第一次玩的还要有趣。不管是植入物、武器，还是技能树，都让我更有兴趣去深入研究。技能树不再是数据和数值，而是实实在在看到了角色成长和进步，让整个游玩过程相较起来更加生动。游戏本身的缺点就不多说了，即使重玩多一次，终章的切入点还是一样杀我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样又要结束了吗？但是当我踏入狗命这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游戏作为一个朗朗上升的艺术媒介，被越来越多玩家媒体誉为历久艺术。作为一名玩家，一定有一款游戏在你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游戏不仅仅记录了儿时的回忆，还有现在的感动和对未来的幻想。欢迎收看游戏印象，每一期我们都为大家带来每个游戏带给玩家们的印象。如果你也享受游戏的话，欢迎按下订阅按钮，加入我们，与我们一起分享对每个游戏的印象吧。在完成本作结局前的所有任务后，我决定踏入狗命镇，一窥其庐山真面目。但我天真的以为这个资料片只是本作的延伸，差异一定不会太大。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，我小看了他们对游戏的用心程度。这不仅仅是延伸，更是绝对的升华，弥补了游戏本在剧情铺陈上的不足。光是序幕就带来了超越主线更扣人心弦的震撼，尤其是宋贝的出现，更是掀开了2077宇宙的新篇章。他竟然可以直接看到Johnny。宋贝不仅展现了他超强的能力，还信誓旦旦的承诺能帮我解决生物这个大麻烦。以他目前展现的能力，确实能让我相信他可以。光是这样就勾起了我对这个角色故事的好奇心，也重燃了我对 V 能有个好结局的希望。带着这份希望，我相信了宋贝踏入了狗命镇，一个即便是像 V 这样经验老道的佣兵也未曾踏足过的危险地带，是 Hanson 将军和他的犬魔军团的领地。序幕是一个游戏最重要的部分，而这次扩充资料片的序章则完全击中了我据点。一架护送 NUSA 的总统的飞行载具即将坠毁在夜之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当中，而为了得到治好生物的方法 ，V 只能接受宋贝的请求，接下保护 NUSA 总统的委托。但是因为有内鬼的存在，再加上 Hanson 将军不讲武德，一炮将他击落。我操！你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真没有实力呀、你都不敢跟我正面对抗，你玩个屁！你呸！将原本计划中的营救任务陷入混乱 ，V 只好跟着宋贝的指示去解救总统。在这过程中，宋贝不断为我们展现了近乎变态强大的创王史能力，也以这种方式让玩家了解到了 NUSA 的势力的强大，巧妙地将我们从开放世界带入到一个充满紧张的刺激线性叙事当中，暂时忘记开放世界的玩法，专注在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。这个序章很完美的让我们投入进这个特务世界当中。故事来到宋贝突然失控，那一个杀人机器暴走攻击我们，开始并把整个游戏的战斗玩法升华了。而这个 BOSS 战也可以说是整个资料片唯一的 BOSS 战，是我在整个游玩过程中最爱的一部分，也是唯一一个无法让我开沙特威斯坦乱杀，需要想办法去解决的 BOSS。也加入了现在比较流行的类似 QTE 的玩法和过度动画，为整个游戏添增了一种像是在看电影的临场感。不管是玩法设计、情绪渲染、剧情铺陈、角色代入感，都是做得相当的到位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想从失败中走出来的决心，但是这是优点也能算是缺点，因为这里已经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了。不确定是开场出色的呈现，让后面的部分相形见绌。整个资料片给我一种高潮迭起后的平缓感，相较于经常绝路的开场，结局更多是情绪上的震撼。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说。我们先说说这一次我给予高评价的部分，也就是委托任务。这次委托设计给了玩家更多残酷的选择，让玩家走在道德的钢索之上，不管你做了哪个选择，都基本上都不会是对的，更深刻的体现了夜之城残酷的地方。像是有个委托让你去拿回一个死者的遗体，但是你发现如果拿回这个遗体，医生就无法把他身上良好的植入物提取出来，为其他的患者续命。但是这样做对死者家属又极为不敬，对死者也不人道。那处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做出更为理性还是感性的选择呢？其他委托也多数都是这类的残酷二选一，所以说真的这一次的委托我都是很有兴趣去接
接来玩的。当然啦 ，Cyberbug 这名字也不是给假的 ，bug， 不管去到哪里，它都在。像是有一个任务中，我遥控器就一直在震动，而且还是最强的震动那种，整个任务当中都在震到我手都发麻，你都不知道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一直在闪退，都不知道闪退多少次了。每次我在最紧张的时候闪退，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吧？其他都是一些熟知的老问题了，也不用期望能修复。但是相较于游戏的缺点，游戏的主轴和优点还是大于弊端的。角色无疑是电狱判客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环，让你对每一个角色产生情感共鸣后，再让你决定要不要狠狠地摆他一道。这或许就是夜之城中的日常。看似人来人往夜之城中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。这种孤独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，在自由幻局中更是被凸显出来。面对着这一群刚认识却又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角色，我们很难不对他们产生莫名的信任感。但是在夜之城里经历的教训，又让我们很难不处处防备着他们。游戏很巧妙地透过交心的对话过程，让我们了解每一个角色动机和心声，像是很擅长利用话术控制人为他办事，实则为了达成自己目的不择手段的 NUSA 总统。这个 bitch 我差点就相信他是个好人了，到后期完全忘掉是谁把他从犬魔手上救出来，过河拆桥行为真的恶心到我。只可惜游戏没有给我机会和他当面对质，不然我一定毫不犹豫的一枪就给他爆头。这次的明星角色 Solomon Reed 刚出场的逼格还是很屌的，我也很喜欢在公园里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场景，整个间谍游戏的味道就出来了。Reed 是一个对国家有着偏执、忠诚和责任感的 FIA 情报局特工，在心中把国家地位放得比任何事情都要高。但是这种理念，就算他和我交心了，我也无法完全认同。虽然他的心里是关心这宋本的，但是可能他就像 Johnny 所说的，被国家洗脑成一个无法背叛国家军人。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这个角色找了Idris Elba 这么有魅力的演员来演，但相反的，这个角色曲线从头到尾都属于一条平线。虽然途中可以看到他在内心上的挣扎，但是从始至终他都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行动。也难怪宋本遇到困难不会第一时间找到他来帮忙，这也是我后来会选择背叛他的原因。但是背叛他后，让我比较同情的还是 Alex。虽然我并不想伤害他，相对的，我也想帮助他完成他的梦想，退休去享受生活。但是只能怪我们站的立场不一样，我必须做出我的选择。到这里，你应该也知道我最后是选择帮助宋本吧？他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创王士，强大到可以使用黑墙的力量。但是常在河边走的他，最后还是遭到黑墙的侵蚀。于是精心策划了这场戏，但是也如律所说的一样，他不擅长临场决策，而导致每次结果都是混乱收场。他也是一个极其自私的角色。同为将死之人，为了活下去做的事情还是有底线的，但是宋本则完全没有。就算到了最后，他说他后悔了，如果再给他再来一次，我相信他还是会选择背叛我。但是就算是如此，为什么我还是选择要帮助他呢？只能说我被他这种不管怎么样都要活下去的精神给感染了。你可以说他心机算尽，但是也可以说他极为单纯到目标从始至终只有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。你说他在最后坦白说他骗我的时候，我有生气吗？有，但也是转瞬即逝的那种。或许吧，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我在这整个资料片的过程中，也不是抱着能找到解药来拯救自己的心态，因为我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把我自己的身体送给了 Johnny。我此时的心态早已经没有什么顾全大局了，反正我都快要死了，还不如做自己当下最想要做的事情，为了一个这么努力的女孩，与这个世界为敌一次，至少我还能成为 Johnny 口中的 motherfucking legend in the night city 吧。随着最后一个任务的结束，我静静地驾驶在夜之城的高楼之间，看着这座被霓虹灯装点、充满机会和绝望的城市。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一个一个浮现在我脑中。我会后悔我做的每个决定吗？因为有那些不管是对的都好、错的都好的决定，才造就了现在的 V。结局不一定要完美，但一定不要后悔。活在当下，这座城市也是那个烦到要死的 Johnny 教会我的事情。自由幻局有很多个结局，但是我不会独挡回去，因为即使再让我重来一遍，即使我想做出别的选择，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他的身边，与他共同对抗这个疯狂世界。这就是我心中的电狱胖克。对我而言，他圆了我一个电狱胖克梦。听说这是最后一个 DLC 了，所以再见了夜之城，再见了 We。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? Now, we wave bye-bye to your dreams of living a long, happy life.